由于美国的入局，也让远在北非的隆美尔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早在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之前，隆美尔就曾经给过希特勒建议，进攻苏联不必急于一时，应该先牢牢掌控住北非，拿下苏伊士运河。跟他同样强烈建议的还有纳粹德国的海军元帅雷德尔。不过希特勒这个步兵下士是基本没有战略眼光的，一意孤行，偏要先去击败苏联，结果以失败告终。而这个时候的英国不光已经稳住了阵脚，还得到了很多来自美国的援助，大量的飞机、坦克、大炮被调派到了埃及，再加上苏联那边牵制住了纳粹德国大量的精锐部队，根本就没办法增援北非的隆美尔。到了这个时候，再想把英国人赶出北非，拿下苏伊士运河，已经基本没这种可能了。1942年8月31日，隆美尔在阿拉曼发动进攻，想要包围英国的第8集团军，并且进逼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跟尼罗河，但是没能成功，于是不得不调整战略，转为防守。他本人也因肝病就回维也纳治疗了。但是10月24日的时候，正在治疗的隆美尔接到了希特勒的电话，希特勒告诉他北非的情况非常的不妙，问他能不能立即返回非洲，重新接管非洲的军务。希特勒之所以找还在治疗的隆美尔，是因为一天前，也就是10月23日，英国在北非的新任司令官蒙哥马利对德意联军发起了进攻，而他们的指挥官施图姆因为心脏病突发死亡。隆美尔不得不带病返回非洲，但是当他10月25日到达非洲司令部的时候，他们的部队已经被打败了。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可以对他们进行肆意的精准轰炸。隆美尔清楚地意识到，想要在这里战胜英国人已经基本上没有任何希望了，所以他10月2号给希特勒发电报请求撤退，得到的回复是：你可以向你的部下证明，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没有其他道路。隆美尔被这条愚蠢的命令差点气到昏过去，于是他一边派专员回国向希特勒汇报前线的战况，一边冒着违抗命令的风险组织部队撤退。短短几天之内，被蒙哥马利逼迫撤退了1100多公里。而对隆美尔来说，更要命的是，另一支盟军的部队在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的率领下，于10月8日在他们的西边摩洛哥以及阿尔及利亚登陆。艾森豪威尔要在隆美尔西边登陆的情报，早在半个多月之前的10月15日，希特勒就已经得到了，是意大利的外交部长齐诺亚告诉他的。齐诺亚非常清楚，如果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阿尔及利亚的旁边是突尼斯，突尼斯的对面就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这就意味着，如果盟军在阿尔及利亚成功登陆，那意大利本土就不可避免的将要遭到进攻。他把这个情况通报给希特勒，就是希望纳粹德国可以提前做好防范，以避免盟军可以直接打击意大利本土。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把这个情况放在心上，或者说他没有更多的心思来烦艾森豪威尔即将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因为这个时候他更加担心的是苏联的冬天，更担心的是朱可夫元帅将在斯大林格勒展开的大规模反击。到了11月5日，希特勒的一个隐形盟友西班牙给希特勒通报了一条消息，就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里有大量的英美舰船集结。希特勒并不以为意，他依旧认为这是英美护航物资的舰队，不足为虑。直到11月7日，艾森豪威尔即将登陆前的12个小时才引起希特勒的注意。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把这个消息汇报给身在北非的隆美尔，而是另外调集了25万人的德国意大利联军，占领了法国的殖民地突尼斯。希特勒单纯地认为这些人已经足以抵挡得住在阿尔及利亚登陆的艾森豪威尔，但事后证明这纯粹就是笑话。他真的是对得起他的最高军衔步兵下士。如果几个月之前他愿意把这支杂牌军的1/5调派给隆美尔，那这支被蒙哥马利称之为沙漠之狐的帝国元帅，现在大概率已经越过了埃及的尼罗河，控制住了苏伊士运河，正在从土耳其北上进攻苏联的高加索油区。那样的话，盟军就不可能会出现在非洲了，而且极大的可能他们在斯大林格勒也不会失败。但这都仅仅是假设，现在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对于隆美尔来说，单单应付东边的蒙哥马利已经无法招架了，现在又要面对西边艾森豪威尔的夹击，更是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11月28日，隆美尔亲自飞回德国，尝试说服希特勒放弃北非，撤回在北非的部队，但不出意外的遭到了希特勒无情的拒绝以及辱骂，让他滚回非洲的战线上去。只是这个时候，无论谁来都已经不可能挽回纳粹德国在北非既定的败局，因为一路撤退下来，德军损失惨重，隆美尔手上也只剩下区区39辆坦克了。但他不愧是陆军元帅，
即便形势已经恶劣到了这种情况，隆美尔指挥的德军依旧是有序的撤退而不是溃退。他巧妙地利用了撤退，拿自己手上仅剩的39辆坦克以及地雷，愣是让盟军损失了183辆坦克以及600多辆汽车，的确狡猾的像是狐狸。但是在压倒性的实力面前，任何狡猾的战术都是徒劳。盟军的补给源源不断，虽然希特勒也给隆美尔调派来了最新的虎式坦克，但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再新式的坦克也已经扭转不了必败的战局。1943年1月，隆美尔退守到了突尼斯境内，并且整合了之前希特勒调派过来的25万德意联军，成立了非洲集团军。有传言说作为元帅，为了保持隆美尔没有被战胜过的记录，1943年的3月9日，隆美尔移交了非洲集团军的指挥权，奉希特勒的命令回到了德国。又过了2个月，到了5月13日，纳粹德国的非洲集团军全面投降，从此纳粹德国彻底退出了非洲。非洲的失败标志着纳粹德国崩溃的开始。意大利外长齐亚诺的担心果然就要成真了。之前在隆美尔的率领下，他们轴心国在北非横行的那支劲旅，在突尼斯被悉数扫清过后，盟军在埃森豪威尔的率领下，准备发动代号为哈士奇的行动，就是要登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对意大利本土进行打击。这一下，作为意大利法西斯头子的墨索里尼彻底慌了，因为他本就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人，也就希特勒拿他当个老宝贝。1939年5月份，德国跟意大利签订钢铁条约，就是德意友谊与同盟条约，当中明确约定了两国在国际威胁或者战争当中要相互提供军事援助。而条约签订没多久，墨索里尼就慌了，因为纳粹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全面向纳粹德国宣战。作为盟友的意大利，他无数次想着怎么样背叛盟友，但是又不敢光明正大的说出来。一边担心作为纳粹德国的盟友，英法会连带着一起打击意大利。在希特勒给他通报了入侵波兰的作战计划之后，百般拖拉。好在希特勒也仅仅是盟友之间的通报，并没有要求意大利出兵帮忙，所以希特勒最后给墨索里尼发电报说不需要意大利出兵。拿着希特勒送来的这颗定心丸，墨索里尼慌张的心情才算是彻底放下，就这还从纳粹德国骗取了数量巨大的物资援助。等到纳粹德国几乎荡平整个法国的时候，又迫不及待地给希特勒发电报要求参战。看到可以完全获得胜利的战争，他赶紧跑来分战利品。只不过上一次他慌了，有希特勒来给他送定心丸，而这一次埃森豪威尔跟蒙哥马利可不会像希特勒这么贴心。早在4月份还没有收复突尼斯的时候，盟军就已经盯上了西西里岛，准备在那里登陆进攻意大利。但是为了减少损失，让纳粹德国跟意大利相信盟军不会在西西里岛登陆，而是会选择进攻萨丁岛以及希腊。于是盟军给墨索里尼以及希特勒精心准备了一个骗局，代号叫肉馅计划。盟军挑选了一个死于肺炎、肺部有积水的尸体，伪装成了一个名叫威廉·马丁的英国海军少校，由英国潜艇丢弃在西班牙的近海。之所以选择西班牙，是因为西班牙明面上是中立国，私底下跟纳粹德国关系紧密。西班牙海军在得到这个溺亡的威廉·马丁少校的尸体之后，搜查了一遍，发现拴在他手上的公文包里有一份文件，里面说的是盟军准备登陆西西里岛，不过那是佯攻，实际上是为了要掩护盟军对希腊以及萨丁岛的进攻。另外还有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写给埃森豪威尔的信，里面说的是要怎样部署对西西里岛的进攻，才能更好的迷惑德国，才能掩护盟军进攻希腊。而最点睛之笔就是在信的末尾，蒙巴顿让埃森豪威尔回来的时候给他带一些新鲜的沙丁鱼。德国的情报机构立马就想到沙丁鱼是萨丁岛的特产。往往纯的军事计划还会让人产生疑惑，但这种不经意间的闲聊最能让人信服。当然英国的情报机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伪造了完整的威廉·马丁少校的身份，让德国的间谍察觉不出任何异样，甚至在德国的间谍获取的英国海军阵亡名单当中都有这个威廉·马丁少校的名字。而且当英国人得知西班牙政府已经得到了这具尸体过后，便天天开始催促西班牙政府必须立即归还威廉·马丁少校的尸体，天天各种外交呼吁给西班牙施压。
一通眼花缭乱的操作下来啊，让希特勒坚信不疑，盟军的确是要攻打希腊以及萨丁岛。于是大量的部队被调遣到了萨丁岛以及希腊的伯罗奔尼撒。西西里岛最终只留了6个意大利师以及2个德国的装甲师，并且是由意大利的军官统领。而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有多么垃圾，之前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盟军的肉馅计划虽然非常的成功，但依旧还是有人持怀疑态度。就比如墨索里尼，还有纳粹德国之后的海军元帅，现在还是海军上将的卡尔德尼茨。只不过他们怀疑没用，希特勒相信就可以了。于是哈士奇行动7月9日正式实施。为了确保行动可以成功，盟军从7月2日开始就对西西里岛展开了全方位的轰炸。只不过这个时候德国人认为是盟军的佯攻开始了，所以几天下来，整个西西里岛只剩下2座机场勉强可以使用。7月9日晚上，天气非常差，狂风巨浪，所以留守在西西里岛的德意部队就放松了警惕，因为他们认为这么恶劣的天气，盟军应该不会有什么动作。到了10日凌晨，盟军的大规模登陆开始了，而且进展速度非常快。等到了中午的时候，盟军就已经完成了登陆，并且站稳了脚跟，保持了进攻态势。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发现被骗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盟军在西西里岛的进攻非常的顺风顺水，他们甚至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再往后就变成了英美2国部队之间的比赛，看看到底是谁最先进入西西里岛的最东边，也就是意大利本土对面的墨西拿。8月17日上午，美国的巴顿将军率先坐车入城，又过了1个小时，英国人也紧随其后的抵达了。一个英国军官跑来跟巴顿握手，并且祝贺他们赢得了这场有趣竞赛的胜利。当天，整个西西里岛就全面放弃了抵抗，盟军就顺利地打开了登陆欧洲的大门。